Hello， 各位玩家們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，我是大陸。這期大陸同樣為大家帶來了8月份的手遊精選，而在這次所整理的遊戲清單中，就有在手機上感受到足球賽場氛圍的遊戲，漫畫改編的橫向卷軸的動作遊戲，享受掠奪與破壞解壓快感的作品，經典系列設計師城市的最新作，以及其他如熱系角色扮遊戲、夢境鏈接的重新回歸、奇幻 MMO、割草玩法和其他作品哦。這些遊戲的排名都是不分先後的。如果想知道哪些好玩的遊戲，那就大陸一起看下去吧。2026年世足賽已經結束了，但如果你還想在手機上感受賽場氛圍的話，或許可以留意《迷你足球傳奇》這款街機足球的遊戲。首先，遊戲主打快節奏的休閒體驗，你要操控球員突破防守、射門得分，操作直覺，幾分鐘就能打完一場。大陸覺得畫面表現還蠻不錯的，也很適合只有碎片時間的玩家。那麼，雖然遊戲沒有氪金壓力，但玩法深度有限，玩久了可能會覺得有點重複。喜歡輕鬆體育遊戲的話，可以試試看。諸神邦是跨信仰動漫改編、橫向卷軸的動漫類遊戲。本作延續同名動漫世界觀，讓你操控不同背景的超級英雄展開冒險。玩法算是經典的平台跳躍結合戰鬥，每個角色都有專屬技能，需要切換應對不同的關卡。首先，遊戲美術還蠻有特色的，帶有濃厚美式卡通味。只是因為強了分級式解鎖，前期關卡偏短，重複的跳躍操作，玩久了會比較考驗耐心。喜歡動漫改編或休閒動作的，那就來下載一天看看吧。如果你厭倦了重度策略遊戲，只想單純享受掠夺與破壞的快感，那這款 Raid Mode 動作遊戲可能會蠻適合你的哦。遊戲中你要帶領掠奪者攻擊村莊，玩法很直接，就是摧毀建築、收集金幣，並推進到更危險的領地挑戰強敵。大陸覺得遊戲節奏還蠻爽快的，破壞的視覺效果也很解壓。不過數字成長曲線有點陡峭，後期敵人血量很厚，可能需要花時間反覆刷。喜歡簡單割草動作遊戲的玩家就來下載一天看看吧。如果你玩過城市建造系列設計師城市，那這款第4代作品或許可以留意一下。這是一款主打高自由度，而且還能離線的城市模擬遊戲，讓你從空地開始規劃區域、建設住宅、打造專屬大都市。那麼大陸覺得它最有趣的地方，就是不需要隨時一直聯網，你可以按自己的步調去設計天際線。只是遊戲節奏通常比較慢，後期資源管理也會有點麻煩，適合喜歡靜態經營、享受城市繁榮的玩家。對城市建造有興趣的話，那就不妨下載體驗看看吧。提到熱系 RPG 大廠 Capcom， 該團隊推出的最新回合制 JRPG《神聖結界》，講述年輕牧師發現生命殘酷真相後，信仰崩潰，並踏上冒險旅程。玩法延續經典指令戰鬥，並加入現代化自定義系統。大陸覺得劇情轉折還蠻有張力的，音樂也保持蠻不錯的水準。只是作為買斷制，雖然沒有氪金壓力，御敵頻率和練等過程就有點傳統，可能需要玩家耐心慢慢刷。但是喜歡復古熱系 RPG的玩家，這款還是相當值得推薦的哦。還記得當年讓不少玩家熬夜一直刷關的夢境連接嗎？這次它以 Illusion Connect Read 重新回歸了。這款主打即時策略和夢境世界的 RPG， 收錄超過130位精美的 Life 2D 角色，需要靈活調整站位與技能來崩潰敵人。大陸覺得戰鬥節奏還蠻緊湊的，角色互動也很有溫度。只是養成與抽卡機制還是帶有一點乾度與氪金壓力，大家可以評估自己的遊玩節奏。喜歡經典2次元卡牌的話，或者是想回國試試看的玩家，都可以下載來淺嘗看看哦。提
提到 Game Hollywood， 他們擅長打造奇幻 MMO 作品，但這次他們帶來了不同類型的作品。王冠與契約是該團隊推出奇幻世城的策略類遊戲，你要在共享世界中建立王國，玩法圍繞着召喚英雄、發展城鎮與擴張領土，並與其他玩家計時戰略對抗。大陸覺得美術還蠻精緻的，技能的搭配也有一定的深度。不過通常 SLG 後期都會比較吃聯盟資源，不想氪金的話，可能需要花比較多時間每天上線收菜。喜歡收集球星卡又想體驗戰術對決，這款 Match Day 足球卡牌遊戲或許可以留意。遊戲主打的是體育策略玩法，擁有 FIFA 與 FIFA Pro 的官方授權。我們要做的就是收集那些真實球員卡來組建夢幻球隊，並透過 AI 模擬系統比賽。大陸覺得卡面精緻度還蠻高的，陣容搭配也有一定的策略深度。只是這類遊戲免不了需要抽卡養成，想組頂級陣容可能需要花時間幹，甚至是考慮微氪金的方法。喜歡足球卡牌的就來試試看吧。想在手機上體驗純粹的割草快感，又不想被組隊系統綁住嗎？那這款俯視角 3D 射擊遊戲《末日英雄》就結合了 roguelike 元素，讓你獨自置身於末日盜墓地獄中，靠着走位和武器消滅成群僵屍哦。大陸覺得它的戰鬥反饋還蠻直接的，每次升級隨機獲取的技能都能搭配出不同的戰鬥流派。不過因為是單人通關，後期的關卡彈幕密度還是蠻高的，對手殘黨來說可能會有點挑戰和挫折。喜歡單人挑戰落個爽快感的話，那還是可以來試試看的。想體驗古羅馬時期的村莊經營嗎？最後的羅馬村莊就是這樣一款模擬建設遊戲。首先，我們將回到古羅馬時代，從零開始打造自己的村莊。核心玩法就是收集資源、建造房屋，並管理居民的生活需求等等。你不僅要規劃村莊布局，還要應對各種生存挑戰，而且看着小村莊慢慢繁榮，其實還蠻有成就感的哦。不過大陸覺得這類遊戲前期節奏比較慢，後期資源調度也有點繁瑣，需要一點耐心去慢慢摸索。喜歡休閒經營的，不妨來試試看吧。那麼這期的影片到這裡就結束了，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遊戲。如果你喜歡大陸的影片，可以給大陸一個讚、分享和訂閱。那我們就下期再見啦，祝各位遊戲愉快。